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武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武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詹委员，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在前几天，当民主党的代理主席黄昌直指要求赖清德总统，同时也是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主席，在昨天的中常会要做出相关一个回应，现实包括内容，甚或要辩论。最后据林俊宪委员的回应是，赖清德主席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这个人，然后那个过程，那黄昌代主席呢这样讲说，给了你机会了，不给机会。给了机会不要没关系，从此以后他要带着，同时要号召反罢免。那所有的未来看起来的话，蓝绿白阵营全部都会下去吗？那民团现在发起来，针对蓝营来讲的话，可能在20号以前，是不是真的会送到包括30，送过30几份？那蓝营这个地方，那一点也没有再客气。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包括吴佩益的第一个阶段，那吴思瑶是不是下一个阶段，甚或有没有原住民原因我会这样？而这所有的，我们今天分开来看好了吧？今天整体看起来的话，就是如果要是蓝营跟白营加起来，对整体的战局会有什么影响？个别上，如果照媒体讲，有5个委员恐怕是最危险一段，而各自危险的地方又在哪里呢？而各自阵营里面又会有什么样一些状况？不过不管怎么样，先让你听一下，当民众党代理主席黄昌说要号召公民，同时要把 know how 那告诉相关的一些公民到底该怎么做，让你听听看。来，接下来我会协助这一些愤怒的公民、自主的公民站出来对抗民进党的绿色威权体制，携手共同守护台湾的民主，一定会有非常实体的活动。你看是听到没有？给了民进党机会，坤城，你也可以回应，好不好？给了你们机会，那告诉你们该怎样。赖清德不回应我没关系。那接下来那正面一战，好不好？他已经忍无可忍了，要协助这些愤怒的公民，大家有具体的一些行动。对，伟航坐我旁边，我一定要念一下：道德的长城，民主的防波堤。民进党中常会空中的空气啊，没有人理他，好，全部空气冷冻在这边，因为没有人理他嘛。因为这一波的所谓公民发起的罢免行动，跟民进党一点关系都没有。民进党是被民进党的支持者逼着说，哎，你有没有联署书？你要帮忙收联署书，他们不得不收。所以作为公民团体最好的后盾嘛，所以还是由公民团体在发动的。所以黄国昌，你要发动就发动，你不要推到民进党有没有回应这件事情。另外，就要讲到黄国昌啊，是标准的挂底洼位的专家。为什么这么讲呢？哎，双5人家国民党的党工都已经在发动罢免了，联署书都已经送到第一阶段，都已经送到中选会了。然后你现在才说我也要发动罢免吴思瑶跟吴佩益，还骂了吴佩益一大堆，在馆长的面前说吴佩益讲垃圾话。哎，馆长不是才讲垃圾话的专家吗？你怎么会讲说吴佩益讲垃圾话？哦，原来我懂了。壮世代原来是垃圾话，因为吴佩益谁凉在吴春成后面不断的谁凉，哦，又是壮世代，哦，又要冻结，所以壮世代原来在黄国昌的眼中是一句垃圾话，所以他才说吴佩益讲垃圾话嘛。所以我要讲啊，不要挂人家的底洼背。要有本事，你去高雄联署啊！他不是要屏东要罢免钟嘉宾吗？李坤城坐在这边，刷领波，好大鬼来！你现在直接讲，叫他发动对李坤城。他爸爸是我的选民。我住三重，我直接讲，有本事你跨过淡水河，有本事来三重，连三重你都跨不过来了。为什么说他连第一阶段他发动这些，除了双5国民党自己在发动之外，他其他新增的这些选区啊，他根本连第一阶段过不了。为什么？他是在选党主席，选到15号，他在忙自己的党主席选举。15号到20号剩下几天？5天，我就不相信你第一阶段会过。最好你把那个复议案，同意行政院复议案，不要附身份证，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看你签得出来，签不出来。否则，如果按照新法来讲，要附身份证，这是黄国昌你自己定的法律哦，你连得出来，我随便你。所以不要挂国民党的底洼位，但是他创造了声量，这也是黄国昌最终的目的，他是要趁国民党病，要国民党命嘛。
整个罢免未来会有反罢免的行动，不管是国民党现在发起精准罢免，或者未来会要发动所谓的反罢免的行动，必须要有一个主帅，而这个主帅黄国昌当定了，我有10%，我民众党要10%，我这个10%就可以决定罢免或反罢免会不会胜利嘛，谁会过关嘛，所以黄国昌拿着这10%去各地选区去威胁国民党的立委，你要不要支持？要不要支持？我支持你们才不会被罢免。如果我不支持，你们就会被罢免，他就会变成整个国民党立院党团会被罢免这些人选里面的共主。这个才是黄国昌最终的目的，他要形成蓝白的共主，而形成蓝白的共主对他最大的利益就是2026年我就有喊牌权了。2026年我要选新北市，我要新竹，我要宜兰，你国民党让不让？这才是黄国昌最终的阳谋嘛，否则我要讲啦。黄国昌，如果你真的觉得内阁做的这么烂，卓荣泰做的那么烂，你的预算要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砍到大家都有感的地步，那你就直接发动倒戈吗？但是最害怕倒戈的是谁？最害怕倒戈的就是现在的民众党啦，他们现在8席，现在支持度只剩下1半，他们连4席可能都不到哦。如果解散国会重选，说不定国民党席次还会增加哦，因为有部分的所谓的民众党的支持者会去投国民党，所以国民党如果真的有智慧，就应该倒戈解散国会，重新选举，说不定国民党还有单独过半的机会。但是现在罢免被整个黄国昌带着走，你就会被黄国昌做最后的情呢，而他的目的就是交换2026年的县市长的选举嘛，这才是国民党现在两难的地方。一方面，他又必须要拿到黄国昌的选票的10%的支持；一方面，黄国昌的仇恨值又是所有立委里面最高的，所以罢免是一个仇恨值动员了。虽然你要这10%的选票，但是反而他的仇恨值极高的时候，罢免傅崐萁罢免谁谁谁，就是罢免黄国昌。这口号一打出来的时候，罢免的声势反而也会拉高嘛。这个就是国民党现在陷入跟黄国昌蓝白合两难的一个境地。OK， 坤城，对，直接回应一下。最近黄国昌言必称赖清德，然后直接胜过。当然，我们讲赖清德总统、赖清德主席，可是他有时候讲，有时候就直接讲赖清德，而且包括讲要变来变嘛，那要不然就给你时间。胜过刚才也直接讲，给了你们民进党机会了，好不好？那你们就是没有做这样一些回应，你要不要回应他一下？这个赖清德这个现在黄国昌每次提到赖清德还讲说，为什么这个中常会我给你时间了，连中常会你要讲出来你要禁止这个大罢免。其实中常会没有人在讨论黄国昌嘛，所以黄国昌他的讲话基本上是癞蛤蟆这个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他现在只是代理主席他怎么俨然现在就是这个主席了？用这个民众党主席的身份就要对上这个赖清德，当然他就是自抬身价你看我现在这俨然我已经是民众党的党主席了那我现在呢就是要直接叫牌，就是叫赖清德，赖清德是我们党主席，那也是总统嘛，所以把自己身价抬到说是不仅只有总统级，总统级不是只有主席是总统级的嘛那所以这就是这个黄国昌他一贯的这个伎俩，就是以小博大嘛他就是反正我就算是5%，我就算10%，但是我现在卡到一个党主席的位置嘛，我就是要跟你赖清德在喊牌嘛，但是不是只有这个赖清德或者说这个在民进党里面基本上。对于黄国昌这种做法，其实我们是了然于胸了。但如果在这一役大罢免的这个情况之下，这个国民党被我们罢免这么多的席次之后，其实黄国昌之后都不用再想了嘛所以我想说，黄国昌他还要去什么下乡去巡讲这个从北到南这个从这个台北到屏东去宣传他的这个罢免的 know how， 我就怀疑了他罢免 know how 是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嘛，2017年他被罢免过啊。他那时候是民众党，不是民进党救了这一个黄国昌如果不是那时候老柯坚持，老柯那个法案上面坚持一定要有门槛，一定要有1/4的门槛。那时候黄国昌说不用这个同意大于不同意2票对1票也是赢，就赢了。但是还好真的是老柯救了他1/4的门槛。在那一次2017年的这个投票投出来，结果是同意罢免的远多于不同意罢免的嘛所以。这个黄国昌会不会也算 know how？ 真的失败的 know how， 就是个人的一些所有的亲身体验，可以拿出来让所有的人知道。那太多了那就像韩国去交棒给这个叶元之一样嘛，就韩国跟叶元之讲说。
被罢免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嘛，所以我就觉得说，那黄国昌你有什么好的 know how 可以教国民党的？好，就这样。其实如果不是这个制度救了你黄国昌，你当时候的冷战。你冷战其实是失败的，因为你同意罢免的人比你多了，尤其在你的戏子区，在你的本区，这个同意罢免的是多于不同意罢免的，所以难怪嘛，后来还就不敢选戏子的立委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委员可不可以回应这一块？第一个，你看啊，当初定勾机那一次，接下来第二天，然后到了第二天在立法院的时候，黄国昌直接对着法务部长就直接讲说，要查，你们要办是不是？定勾机我号召的。意思就是所有你看得到定勾机的那些人，是我黄国昌带出来号召的。这一次你注意到，刚才黄昌总召刚讲的是正面一战，正面迎战。其实呢，白银那个8席是没得罢的吧？罢的都是现在民团送的都是国民党的，国民党送的是但他说正面迎战，整个声势上，刚才从议事到昆城都觉得说，俨然某种程度，它会变成蓝白共主的感觉。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有感受到这吗？还是对国民党来讲，像赖世宝委员是说，黄国昌愿意帮忙，他愿意加入战局，搞不好绿营会掉2席啊。所以你们怎么评估黄国昌在这一战，包括这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一些状况？首先，黄国昌委员现在会不会成为蓝白共主，言之过早。首先，黄国昌委员现在会不会成为蓝白共主，言之过早。但问题是，的确，他现在是民众党代理主席，他又是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所有这个攻防的话语权由他去讲出来，是很适合的一件事情。但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其实国昌委员的这个渲染力很强嘛，对，有他的魅力嘛，所以不断的在媒体前面就会呈现说很多的讯息的意见都会去问黄国昌。但重点来了哈，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意见的这种跟民进党战斗的一个这个事态。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支持者？我跟大家讲，当然会啊，因为平时国民党支持者都会觉得说啊，民进党太阿爸了，这边乱造谣说我们乱砍预算等等，然后开始就很愤愤不平，要找个出口。好，那我们出口家是谁？我们有朱立伦主席。哦，对，好，对不对？但朱立伦主席文质彬彬，文质彬彬，好，文质彬彬，想起来了，对，以战止战还是有点文质彬彬。对。再来就是这个总召是傅昆萁委员，那傅昆萁委员其实对外发言的这个频率跟黄国昌委员比，其实没那么多，所以回到国民党的确少了这样子一个语言或这个意见的一个出口。但我还是觉得啊，是我个人的心证是这样子啊。黄国昌委员过去这个，我对于一个政治立场变动的人，我一直都不是具有非常大的信任感。再加上他过去对国民党的这个事迹历历在目啊，当时怎么骂国民党，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但问题是，我觉得这次困难点在于什么？在于这次预算的这样子的罢免的这个事情，蓝跟白基本上一定是绑在一起。为什么绑在一起？因为很多的预算删减案，民众党有提类似的，国民党也有提类似的。在辩护上，你看到两个这个政党粉丝的图卡在比快嘛，谁辟谣比较快，所以其实绑在一起之后，你当然在过地方的这个所谓的辟谣的过程当中，民众党立委也会出来辟谣，国民党立委会辟谣，大家就会觉得这两个党基本上在这一场战役是站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客观局势基本上已经被绑在一起啊。既然被绑在一起的话，那的确要来决定说，黄国昌委员接下来好，他如果那个要去地方帮忙宣讲的话。那国民党在地的这个立委，我相信不太会拒绝。为什么？因为蓝白希望力量更大来反制这场罢免。但问题是这样子，谁才是所谓的主帅？还是大家可以平心而论，就觉得大家一起来同机共奏，这个度过这场困难？我觉得不一定啊。所以的确会牵扯到国民党地方以及未来在地方角力的一个势力的布局。OK， 观众如果看《三国演义》的话，你大概都忘了一段，曹操南下那个所谓的百万大军南下赤壁那一战。其实孙刘联军，其实主体是孙，是东吴，不是西蜀。但是你看了《三国演义》，你永远只记得包括诸葛亮有多厉害，借了东风干什么？对，然后你永远只记得在过程当中，然后包括不管是关羽啦、赵云啦、关羽啊这些有多厉害。其实真的大都督是周瑜啊，真的大元帅是周瑜，但没有办法，他就是这个样。小雨，所以好，第一个不可讳言，黄章总召的声量确实大。但是那个声量一路往下走的话，现在看起来，刚才我也有讲啊，立法院包括议案的合作，包括总预算这一次的过程，一直到现在刚才包括民团这次提了，包括议案或者昆城刚讲的，
黄章已经想到了，不只是这次，包括2015的党主席选举、2026、2028，全部都算在这里头了吗？我昨天看他的那个直播，我热血沸腾。哦，真的吗？对，你觉得你支持他？不是，不是，你讲清楚嘛。我是因为那个 NCC 的尺度，不然我那个对，然后我是整个火要烧起来。因为第一个我觉得很不爽的是说，他说我不会正面迎战，我想说你到底在正面迎战什么？你们民众党8席耶，根本罢不掉的，罢不掉啊，对啊，就是再不爽也罢不掉。那你到底有什么好正面迎战的？所以他第一个，他这个5本生意是完全不亏的嘛，对不对啊？那第二个，大家在讲说那个 know how，刚刚不是在讲吗？我想说你有什么 know how？当时要不是老柯救你，你早就 GG 了。所以我觉得这2件事我就看了很生气。好，那我先讲啊，就是说，你看他现在哈，他现在说要正面迎战，而且他选的是这个吴佩益跟吴思瑶这2个选区嘛，而且他还不够，还说要到去新北了哈。当然，我觉得他几个目的啦，第一个就刚刚讲过是要声量嘛，因为现在你去打那个民众党，大概哈都是壮世代，要不就是吴春成啊，对啊，那你等一下也会提到。可是他也不，可是提到是不好的，因为他不处理啊。他看起来他还是就是不管是包庇他还是要挺他啦，然后他就没有要处理吴春成的事情嘛。那吴春成现在看起来，因为不在风口浪尖上，所以可能这件事情会可能就慢慢消风了。那再来就是说，他不要忘记，他虽然党主席这一役，那个坦白讲了，蔡壁如是。就跟他比可能会差蛮多的啦，可是我觉得他的问题不是在蔡壁如，他的问题是他的票数是不是能够赢过柯文哲，或者说要超越柯文哲，甚至不要差太多。柯文哲当时上一次当选是3780票，所以等于说黄国昌这次开出来的票数，不能太离谱。对你，甚至如果说他有企图心一点，能过。对，还比他更好。对他，哇，他真的就是新一代。因为这可能牵扯到未来，如果这个诉讼一路打下去，柯文哲不会一直在北所嘛？对，等到出来了以后。对黄章，如果他是主席以后，你想想看，如果我现在是主席了，前主席回来，这有人当然就拿当初土木堡之变，然后那个民营中那件事，那我这主席到底该怎么看待那个前主席？尤其蔡壁如又直接讲，如果要是我当选的话，他回来我就交回去，我怎么可能交回去？对，所以我的票数显然对于未来我是不是能够全盘掌控？一定有一些影响。对，如果他赢很多，甚至是可以那个碾压过的话，哇！现在以后我那个民众党，我就是新不要共主了，我就是新主时代了。你不是请王阿寿吗？你应该要帮柯文哲讲点话。那黄国昌你要还给柯文哲吗？是这样子吗？那柯文哲的戏码要3月20号以后我们才会有戏看啊。对。那3月20号以前可能柯文哲就没了啊。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他现在拼声量，他是拼自己。OK， 好。那再来了哈，就是说我也就是说他事实上你说罢免他没有戏，好了，他还是有一个戏是高虹安，可是高虹安现在也脱党了。所以这等于说这个跟他也没关系啊。那你说我觉得啦，我是小人之心啦哈，我觉得他就是说除了是以罢免之名啊，他行选举之实。选举有2个，第一个是选他自己的，第二个是选民众党的。那民众党比较简单啦，就是说他是不是想要拼蓝白合嘛？那至少就是说我双北啦或者其他的我帮你站台，那你以后我可以跟你国民党谈你那个议员的提名啊，他不是有发下豪语吗？每一区都要提啊，对不对？你们松信啊，你们松信现在不是满到一个爆炸嘛？对，所以欢迎国昌主席啊，来讨论一下怎么提名。吓我一跳，我叫黄国昌去选黄国昌一个人选，你们全部都不用选了，他一个人可能就吸个几万票了，这样。选议员一定会冲突的啦。当然。对啊，他至少我那一区我知道有徐千晴嘛，徐千晴蛮积极的嘛。那保真不知道还要不要再选嘛？至少他那个松信那一区，他还有至少这个台北市双北他都要提，所以他可不可以跟国民党叫板说，我这个立委我是帮你们呢，好，那你们是不是也要这个再让我？那还有。包括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有，我记得昨天的直播他有说过，他2026不会缺席，可是他后来好像又有加弹书啦。他说他的不会缺席是包括台教嘛，那他是不是等于说在双北试水温的同时，可能也在试一下自己还有没有一个机会？台北我觉得没机会啦，但是新北也许可以 try 看。那但是他也有叫板嘛，说是要希望可以蓝白合嘛，所以怎样他都是要这个看看蓝白合有一个筹码了哈。但我还是觉得国民党有点不争气啊，他现在不是王义川最新点出来吗？所以至少有2个人已经要去找黄国昌了吧？一个是丁学忠，一个是邱正军嘛。那我看丁学忠是云林有拔丁工人啊，邱正军还没，你就要先找黄国昌要来站台哦。可是我会觉得说奇怪，要是云林的话，你应该先找韩国瑜啊，你怎么会先去找黄国昌？
那我觉得说国民党这个地方蛮怪，而且坦白讲，国民党能站的也蛮多的啊，像韩国瑜，虽然韩国瑜也是被罢免掉，我也不知道他要教什么 know how 啦，可是韩国瑜、朱立伦、卢秀燕最近也开始要护他台中子弟兵啊，再怎么样也找不到黄国昌吧，所以我最后要给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朋友一点这个。你看一下民进党就是一个最好的前车之鉴嘛。当年他们养大了这个柯文哲嘛，对不对？那现在闹得多么凄惨。黄国昌现在对很多深蓝的人来讲，他们认为说会比有些国民党软趴趴的，他们会觉得是战神更有实力所以等于说他这一波如果再下去宣讲的话，哇，他变成深蓝的蓝营的新一代战神的话，那我觉得国民党你不是白白的又养了一个柯文哲出来，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何必呢？我你担不担心？黄国昌变成柯文哲第二。我觉得前车之鉴其实蛮多的啊，从柯文哲跟民进党合作到柯文哲这次总统大选没有合那你说黄国昌会不会变成下一个柯文哲养大？当然从这政治的发展是有可能的但问题是现在国民党遇到的问题是这些立法委员们，他们面对选票，面对这个反罢免的票，他们没有制造更多敌人的空间，所以我才说现在绑在一起是好听也是大家聚在一起，讲难听一点，像某种程度也可以被绑架。你说黄国昌说啊，我要去帮某某立法委员宣讲，你这个国民党立委能拒绝吗？你能说不要就跟整个民众党支持者作对？虽然民众党支持者现在有多少也不确定。好，但是我觉得国民党原本就应该去吸纳这些民众的年轻选票，想办法去吸引，但现在来不及了。问题是现在已经进入罢免阶段了。老实讲，我觉得很悲哀的是没得选择。那没得选择状况就是仔细去看一下黄国昌他本身的这个内心想法到底。可是黄国昌仇恨值也很高我觉得有利有弊。你说正负之间搞不清楚，他的仇恨值也蛮高，青鸟运动能够成功就是2个人嘛，一个真小人就是傅昆萁，伪君子黄国昌，就青鸟运动能够成功，就是这2个人的仇恨值太高了。我最后再补一句啦，我觉得黄国昌为什么一直在叫板赖清德啦？其实说不定他也是在帮2028做铺路啦。对你2028你没有了柯文哲嘛，那你2028黄国昌现在一直要把自己的身价抬到跟赖清德一样我不但是党主席跟你平起平坐，未来我党主席他民众党还有一张门票一张总统门票他不可能白去送给别人因为最起码到目前为止，你可以知道的是，如果照刚才小英那样讲的话，跟黄国昌叫板要辩论的有王一川，有阿苗，有林淑芬，反正他没有理过任何一个人。蔡壁如，对，蔡壁如是最辩论的吗？蔡壁如对，但他没有理过任何一个人，但大家都是直指赖清德总统。那位阶上面是不是开始往上拉？但是杨明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这一局如果照黄国昌现在的态度，刚才蓝营委员有讲到，其实我已经讲的就是他们内心有隐忧，可是眼下现实不得不考虑。还有在录影讲，有人讲说这个大罢免一弄下去，跟下三国棋一样，谁多一点少一点，弄到最后还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吗？其实就跟刚刚小武哥举那个赤壁之战，那个时候联吴抗曹，是蜀国的策略。是，那蜀国现在如果按照这个策略，我们对比一下，蜀国现在是民众党，那个时候他们是很小的，只是在荆州的一部分，甚至呢，他们就是要透过去跟吴国的联合壮大，好，所以呢，3分抗曹，7分发展，这是现阶段民众党就是3分抗绿，嘴巴讲抗绿，但实际上是为了2026在奋斗。好。这是现阶段民众党就是3分抗绿，嘴巴讲抗绿，但实际上是为了2026在奋斗。不要忘记了，现在黄国昌是中华民国唯2的候选人，唯2主席候选人，他跟蔡壁如他们在选举啊，对，所以他最近喊什么都要对着赖清德打什么，他要声量，他要告诉这个党他有战略战术，他有一些目标要来达成。蔡壁如喊大和解，我就来大罢免。我大你，我比你还大。所以而且这是对着干的道理，这绝对是对的。而且这个情绪是民众党现在的主流情绪。里面有恨啦，有怨啦，有一些那个闷气想要一吐的时候，他要吸纳，他要成为这个怨气的吸纳者。但是就如同刚刚有委员讲的，这个是现在啊，就是说赤壁之战为什么诸葛亮能够最后你看，你不要忘记，当时孙权还很犹豫啊，张昭他们是说
主公绝对不能跟他们合作啊！这个有没有？那时候还有很多的这个孙吴的这些臣子还是很担心说，如果引了这个蜀汉进来这个讨论这些事情，搞不好最后我们的主体性会没有。是有的哦。国民党现在也是会面临这个难题，可是不得不，因为曹军来势汹汹。好，现在民进党罢免第一波19个，下礼拜还有一堆，对，下礼拜弄30，搞不好还超过30。对，这个，所以我说这种大军南下，那个一波要一网打尽，这种气势是逼的国民党，他必须模式就是谢国梁模式。去年的谢国梁就是联合民众党的力量，用不同意票反击同意票。那你说在基隆，下一次2026议员就会突破，就会从0变成3吗？也很难讲。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关键在于说，你到2026的局势，他们对国民党来讲，我先把罢免仗打完。可是到了2026，会不会又如三国？最后为了荆州，孙吴跟这个蜀汉反目成仇，甚至连大将都被斩，对不对？所以我说2026就荆州啊。对，2026就是荆州。今天蔡壁如已经讲了，他说新竹、嘉义、新北、宜兰这些都是荆州。民众党绝对不会放过的啦，所以我说这一波我们把黄国昌的这些话语，把它当作他的主席竞选标语，等他2月15号正式如果他真的当选了，2月19号就任，这个公告就任之后，我们再来看他后续是玩真的玩假的。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比较多是竞选语言 ，OK， 但是后面他要怎么去验证？因为我必须讲，国民党有很多的这个罢免选区的这个所谓的被罢免人，他不见得需要民众党，有一部分其实是不需要的，我像比如说，我认为桃园，他们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民众党的澳元，OK， 好，甚至他们可以直接找赖香伶，他不需要找你黄国昌，因为黄国昌跟桃园也没有什么渊源，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脉络可以去，就是不见得非要找你一个黄国昌来代理。所谓的蓝白联军，所以蓝营也还有很多玩法，只是这一波我认为黄国昌还是竞选语言比较 OK。杨明刚刚讲对了，其实你如果现在回头，观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看完面对面以后，你有空去爬梳一下《三国演义》，当时吴国大部分的人是反对孙吴联军 ，OK， 所以才会三国里面有一幕诸葛亮舌战群英，是一个人去跟所有的东吴大臣大家去辩到最后，孙权拿了一把剑，把那个案头砍了一脚，没错，说我意已决，孙吴联军，任何人再有反对，宛如此案，所以大家就不讲话了。但是好景不长，最后出现的就是当荆州，然后吕所不还以后，对啊，大家讲2026就是个荆州吧？对，吕蒙就是当初吴下阿蒙那个吕蒙，用白衣商旅骗过了关口，接下来关羽大意失荆州，然后关羽被斩，接下来刘备为了报关羽之仇，举全国之兵，结果一力一败。那火烧连营700里结束，就是这个样。但是现在看起来是这个样的三国吗？未来走势，2026、2028变数到底在哪里？可是如果你把最近黄国昌总召、黄章代理主席所有这一些的行为，包括对着赖清德总统的一些呼喊，然后包括他讲的所有这些，那你一定要问周伟航最清楚，因为伟航跟他算是同僚之间，大家蛮久的嘛，对不对？对。好，那所以伟航第一个，你自己评估为什么黄章最近动作这么多这些？第二个，那个 know how， 刚来宾也在讲，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你们过程那段期间一定讨论过吧？怎么面对他的被罢免或者什么？所以那个 know how， 当他讲要把 know how 传给所有愤怒的公民团体，所有这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先解密一下大概是什么？好，这个先来看一下哈，就是黄国昌他为什么现在突然这个赶快上馆长直播，两个人哇真的是煮酒论世事，哇很轻松，好像一切都在他们掌握中。为什么哈？我们可以想，民众党现在在面临大罢免烧起来的时候，国民党会不会有个情绪，都是你黄国昌害的？就是你们在立法院搞这些有的没有，害我们现在紧急要找民生法案。不然呢？不然没办法交代啊！就是会害罢免持续升高嘛。国民党内有没有反弹声音？有的，对傅崐萁长期配合黄国昌的不满，所以黄国昌能够做什么？继续做站主，继续做冲主，他就只能冲得更凶，喊得更凶。然而他手中有牌嘛？你可以注意他话中的话，我要找志工，他连钱都不想出了，他是民众党党主席，你有党工嘛？你有党公职吧？有接下来2026要选的人嘛 ？No， 我要找志工，那手中也没有兵嘛？
就算知道有党可以用，那个党也不是他的党，至少现在还没有握在手中，所以他喊出来我要找志工，实际上他手边没人，翻译就是这样。OK， 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他手中有没有锦囊妙计打开来啊？会有什么字 ？No 号，搞不好就只有 No 汉号2个字啊。那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现在看当然不太清楚他实际的操作的模式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提到第一，他到很多地方宣讲，前几天宣讲的点很奇怪哦，是要去许志杰，还要去屏东，这个距离单程就要2个多小时，这些屏东不止啊。对，你屏东如果下去还要再拉啦，不过北屏东还比较近一点，3个小时应该没问题。人家立委每周这样跑，是已经跑习惯了，那是自己的选区嘛。你黄国昌你又要管党务，又要在立院问政，又要跟傅昆萁开会，你是能讲几场？现在要开议了呢。所以黄国昌现在讲说我要下去宣讲，是 right now right here 吗？大概不会是。搞不好是等到7月左右立院会期又结束了。进入所谓的罢免实际第3阶段的时候，他才会真正下去。所以现在大家其实像南部也很兴奋啊，凤山来啊，就是黄国昌到底有没有杀伤力就看他出来放话之后，感觉到兴奋的人是谁。我没看到小草兴奋，倒是民进党很多人都很兴奋。又来炒热了这本来不够热，他一来哇，搞完就够热了。我就是要让你来撩拨一下。黄国昌不下到基层去面对，他永远不知道基层的情感，因为他现在跑的场子全部都是小草的场子，而且都是花党部的钱替自己搞的造势活动，即使人不多，那都是自己的同温层。可是如果你真的进到街头宣讲这个就要接到我们之前时代力量的经验了。黄国昌在过去时代力量的这段期间我对他的认识就是他非常不喜欢接触基层，他非常不喜欢深入不可控的人群里面，他宁愿站在车上挥手，也不愿意进到市场去握手。为什么？市场会碰到仇敌，会碰到他无法因应的，会碰到会当面吐他槽，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所以对于街头宣讲，他也知道很重要，可是他过去都是什么呢？叫他底下人去做。你去大桥头宣讲，你在哪里宣讲？你给我去宣讲我的理念，但我本人不去。所以就算他接下来真的会有帮蓝委的活动，我猜可能也是站在舞台上，不会是真的下到基层。他不太可能采取这类型的操作，但除非啦，就是他有一个，比如到年终或者要转移焦点的压力，比如柯文哲案有一些新的进展，他发现柯文哲这一咖真的不行了，他已经没办法从他身上提款，那他可能会拿出更早之前的经验，2个部分，第一个他自己的罢免案，过去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他一开始我们都还蛮担心，就是你的罢免案一阶段在联署的时候 OK 吧，他说过不了了。就1阶段很容易就过了，到了2阶段的时候，他的评估的是过不了啦但是后来呢，也是党部匆匆忙忙过了，后来怎么办？开始匆匆忙忙找志工，匆匆忙忙找人力去街头宣讲，又是街头宣讲，去街头劝，就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票，搞到最后没有办法，我们内部评估说不行。要去跟审发会讲一下，叫审发会出来讲，因为审发会是原来戏子那边的嘛，叫审发会出来，然后最后还去请了审发会，审发会才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出来帮忙讲几句话。当然最后面的他不同意票还是少于同意票，是因为同意票没有过门槛。对，这是他第一个所谓有罢免的经验，而我们从内部的角度看来，一路错判。他的判断能力是极差，对于数学的掌控能力，跟他损预算的时候对数学的掌握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依照过去的经验看，我们大概期许他经过这些年的失败之后，能够有所长进啊。不过依照目前的态势看来因为感觉好像国民党真的很欢迎他，所以后续他要怎么去操作这一块，我觉得有值得观察的地方，但原则上从现在我就可以大胆预测，最后面应该不会有正面的帮助。他的一些关键的场合中的关键的发言，搞不好会成为某些区域局势发生逆转的关键。OK， 到底是利是弊，是正是负，那很多未定之天。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刚刚几位来宾大概把所有的局势从最近大态势来看的话，包括黄章现在白银如果要全力加入战局以后，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接下来呢，国内如果大家点兵点将的话，现在民团已经送了19+1吧，大概，然后说下礼拜还要再送10份，可能还有10几份，反正30份看起来不是问题。那莱茵这个地方是直接也已经讲送了2份了，那后面是不是还会有要继续往下送？可是媒体上有直接点哪几位的选区会比较的危险？我们要直接来看，如果真的讲起来的话，当白银这个地方
黄昌直接要加入战局，正面迎战，带着往下走。那莱茵这个地方，当然直接受威胁的是莱茵的直接被点名，然后包括已经送提书的那些委员们。而这些委员们在过程当中，如果把蓝绿全部都点的话，媒体上面讲，大罢免有48席的立委保卫战，5个人最危险。这5位如果照媒体上，不管你是用萨卡杜的角度，用赢的票数的角度，那蓝营立委被列为危险名单的，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元之，因为他当初赢的票数不多，大概3000左右吧，他好像赢3000左右，然后1000多票差距胜选的桃园蓝委涂全吉，然后近期被踢爆在美国是不是也有制裁，然后没有申报的李彦秀委员，蓝营呢那罢免上反制的吴沛忆、吴思瑶，如果就这底论来看，尤其让大家最讶异，很多人会讶异的一个是，李彦秀委员突然在过一个年，然后媒体上面突然就讲说他的包括要罢免的提书呢，第一个阶段高达2万多份。小雨是，尤其这几天你会注意到，不只是好讲民团有提李彦秀委员这些，有一些民进党的委员也一直在提李彦秀委员的相关的一些资料。那不要讲前委员高嘉瑜了，对，嘉瑜是在那次选立委的时候，他好像就有提过这类似的东西。可是这件事情为什么最近爆成这个样？我先讲一下叶元之其实他是赢2200多票，还不到3000票。这件事情为什么最近爆成这个样？我先讲一下叶元之其实他是赢2200多票，还不到3000票。你干嘛这样？我说快3000票，我是无条件进入法可以吗？可以。好了，那个阿巴子，他赶快先去注册，这样人家要用的时候还要跟他付。他不能去住阿巴子了。不能因为我相信他跟吴峥可能想法不太一样。对，他不会把壮士代这样拿去。阿巴斯人家有人在用吗？已经注册了啦。好，回过头来了讲李彦秀。李彦秀的部分确实我也是比较压抑，因为我们也访问过彦秀姐蛮多次，她其实就是人很客气，很 nice， 然后也蛮低调，然后也不太像说像王宏威或者像徐小新，就是好像他的仇恨值不高啊，对，一直不高。可是他竟然是所有这个目前送出联署书里面，他2.3万份是最高的。对，但我觉得几个点啊，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李彦秀那一区，他其实是最早发动的，不要忘记有长老教会。有长老教会是第一个跳出来的。那你说后面如果有那个教会在那边推动的话，那可能凝聚力是会比较快啊。那再来就是说李彦秀最近他这个陷入了这个房产的风波。那大概几个点啊？我跟你讲，我研究了一下，终于搞懂，帮大家这个爬梳一下。目前为止就是说他现在住的这一栋，就是他最近开直播的这一栋，对，耳湾的。那耳湾的这一栋是他唯一有申报的是 OK 大家所说的这个是2016年6月的时候买的哈，那时候买的话是台币6000万，那台币6000万，然后里面是138坪4房4卫，那就现在的这个估价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估价，你知道已经高达2亿耶，因为他买的时候是最低，是在当时这个房价最低的时候他入场的，那等于说他6000万买，现在已经是市价2亿了。但他没卖啦，他没有卖啦。可是等于说他在耳湾的这一间是他唯一财产有申报，这是2016年6月的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在谣传的是说，2016年9月的时候，他用1.38亿全现金买的，也是耳湾的这一栋。目前为止还没有查到。就我的意思是说，去查那个名字，那个屋主的名字不是李彦秀，所以你说这是没有办法证实这一块。对，昨天大家盛传1.8亿现金全现金买的，这个我必须要讲，目前这个名字还没有查到是李彦秀哈。那还有一个是2021年富乐顿，富乐顿呢那个是161万美金，也是台币6000万买的哈，那个是全现金，这栋才是全现金买的。那他卖掉了，他买的时候是5800万，然后卖的时候是6400万，然后这个光是这个房产他赚了台币600万。可是比较有趣的是说，富乐顿那个房子它的格局，他当时买的时候是隔10间，隔成10间套房，然后那个8个卫浴啦。所以我不知道说他是那时候是本来就想要这个做包租婆，还是说想要炒房，这我不理解。所以他那个格局就蛮妙的哈。好，那你现在我们看起来已经是是不是事实上是2间？可是还有一间是说他爸爸1994年买给他的。那一间他卖掉了，可是那间没申报，那就是他昨天道歉的那间，对不对？对，他道歉了。他爸爸买然后送给他的那间，对，1994年，可是那一间他也没申报啊，所以等于说他现在唯一有申报的就是他住的耳湾的这一间。
对，就是唯一的。OK 对，那另外就是富勒顿那间他也没申报。好，那好几个点来了哈。第一个啦哈，就说那他的这个财产真的是蛮多的哈。你看，包括什么全现金买了，现在我们扣掉1.38亿啦，可是至少你现在富勒顿跟你尔湾的这一间，你加起来都已经上亿了哈。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他是纯正的正三代，他的阿公是已逝的前台北县议员，他爸爸是已逝的台北市议员哈。那你是正三代，那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么多钱？那姑且不论是说他除了这个海外的资产之外，他在国内光是那个南港湖的那个房产啊，土地加建物超过40笔，超过40笔。当然了，就是说，有些这个同业，他们在讲说，其实他们家本来就是有名的地主，他在阿公那边就很有名的地主，所以等于说他们家财力很雄厚。中研院那边很多土地都是他们捐给国家去盖学校。OK， 对，所以他在等于说他们就是他爸爸、他阿公那一辈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地主。所以说单纯多。不见得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状况，而是为什么没有申报，为什么什么这些是大家在问的一个问题。好，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就是他前几天就是还在骂说，不管是高嘉瑜什么，这是造谣可是他昨天突然致歉，然后就说他为了没有申报这件事情致歉。可是我们后来发现他没有申报的还蛮多间的啊。你看富勒顿这一间他没有申报嘛，好，那另外就是他1994年那个他也没有申报，然后还有南亚的那一间南亚那一间是有申报，只是说现在还不知道多少钱。那我要说的是说，那你没有申报这件事情哈，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他今天的那个新闻稿是说啦，因为他刚踏入政坛啊，所以他那时候还不晓得是说要怎么申报啊，所以他很抱歉什么的。可是我要讲是说，你已经从你1999年到现在2025年，你申报财产已经申报19次了耶，你申报19次了。你比如说你前3次你没申报那就算了，可是你后面16次呢，你也是没有申报啊。对啊，那我觉得说这个你说他什么那个不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买单的，这个是比较我觉得大家是无法接受。那另外就是说，你尔湾你已经申报了1间了，那你怎么不知道你富勒顿这边还有1间呢？对我觉得说，那你什么都要推给助理，平方公子平方英尺推给助理，然后你又没申报，这个我是觉得比较怪。那最后要讲了哈，就说高嘉瑜今天当然高嘉瑜今天有出来开记者会了，他说他没有要参加补选，就算把李彦秀罢掉了，他没有要参加补选了。那事实上他现在在踢爆他房产的事情，我觉得会增加他罢免。我觉得罢免除了仇恨值之外，你要有正当性。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你是不是欺骗台湾政府，或是你是欺骗美国政府？你为了要去结这个大家在讨论嘛，7000多块的税，然后他现在把尔湾的这一间，就是今天这个4叉猫出来就说他的那个友人就是这一间啦哈。他这间把它设为主要房产，主要房产，因为你要设为主要房产，你才能够去申请那个减免7000块的税嘛，对。那你这样子就代表说你要不然欺骗台湾政府嘛，因为你对不起台湾人民嘛，你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你怎么会把这一间作为你主要的住宅呢？可是如果说你当然现在监察院这边要查他漏报的事情嘛，罚款。那可是你美国这边的事情，我看大家这些也在评论嘛，就说那你这样子也欺骗美国政府，你最高可以处罚这个16个月到3年的这个刑责。所以我觉得李彦秀他现在人还在美国啦，等于他回来会面对蛮多的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在声明里面也有提到？因为这2天大家也有在讨论，就是那个申报栏里面那个他先生跟他女儿中华民国国籍拿掉，他有解释这一块，对不对？我先就是说不是帮他讲话，这个就是事实啦，哈，就是他那一栏没有问题啦，因为他那一栏是侯冠群跟还有就是他的配偶跟他女儿哈，你要先写身份证字号，好，身份证字号后面呢，他那一栏是挂着说，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比如说你要写美国籍，然后后面再写你的这个号码，你的居留证号码或什么，那所以他显然是写错了，他写完这个身份证之后，他又写的中华民国籍，那事实上那一栏其实挂的是你是外国籍的话才需要，所以他把中华民国籍给杠掉了，所以这个是大家申报上的一个误会，这个对他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啦。维恩这件事情有没有跟包括彦秀啦或者什么有大概了解一下？因为刚刚讲到现在看起来的话，第一个罢免打仇恨值嘛，这个是真的要拉高李彦秀委员的仇恨值吗？第一个刚刚讲到光2.3万份的那个联署，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压抑？我听到的时候觉得蛮压抑的，因为你想不通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包括李彦秀委员刚才小玉讲那个他平常的那个风格啊，或者是他的仇恨值，不知道为什么会蹦出这么多。可是现在看起来，当这些房产的问题有没有申报的问题，是不是诚实的问题，这些如果一旦拉进来以后，
媒体上有人写说他搞不好会比叶元之更危险，会这样吗？对，现在蛮多媒体都很关注他的房产的事情啊。那我觉得他这个联署书变多2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他现在是国民党的文传会主委 ，OK， 那所以很多国民党的这个文宣的发动也是在他身上发动的，当然会累积一些仇恨值哦。那另外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出现这房产争议，房产争议到现在都还没有个确定版本，大家都搞不清楚他美国有几间哈。那我来跟大家讲，第一个就是他父亲在1994年买的。好，买的那一间，后来父亲就是就中风之后，然后他回台湾选举之后，这一间在2002年卖掉了。哦，那这间的确是他漏报的，他也昨天道歉，就是针对这一间。对，那不是针对什么尔湾啊，跟富勒顿，那就跟那几间没关系。所以这间是他的确有疏失，他也道歉了。那当然会有些所谓的行政责任哦。那再来就是尔湾的，像高教育讲说有2间嘛，对，那有一间其实名字是对不起来的，那李彦秀是说根本就没有这一间，就是说我刚刚说的1.38亿那一间，对，就根本名字没对上嘛，那怎么会把它放在他头上？那另外的确尔湾有一间，好是这个2016年的时候给他小朋友去上学的时候买的这样子，然后他这间是有申报，因为2020年他的这个应该是。立委选举的时候，他就把这件申报上来，所以这间我其实不知道，就是这间啊，反正就是有申报。那虽然唯一回到这个所谓富勒顿这件是怎么回事哈？他是在2021年7月9号买，当时他没有任何公职，他这个立委没选上，被高嘉瑜这个选赢之后，然后他也没当议员，所以他在美国的时候他买入这一间。那这间什么时候卖掉的呢？是这个2022年的时候。在他立委当选之前的时候就把它卖掉。那为什么现在那个监察院公报看不到？因为他从议员的时候申报的时候还没有这一间，选上议员之后到当选立委之后，这个申报其实是连续性的。那等到你当选立委之后1年之后才有另外一波申报，他们已经申报了，而且不是在新闻爆发之后才申报，是之前。所以你看接下来新的一期监察院的公报的时候，富勒顿这间就会出现，但现在是已经卖掉的状态。所以你就说整个过程当中，你当然可以说他什么家族为什么有这么多钱啊，买这么多房子？你可以打仇富，但的确是他过去他家族累积起来的资产。但他的每一间到底有没有违法？到底有没有使用其他莫名其妙金额去买？我想以目前证据来看是没有什么好去智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面对李彦秀委员，所以这个也很多人挑拨离间嘛。挑拨离间就是说现在可能被罢掉了。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李明贤议员，明贤哥很快的。他明天就要做个看板，我是李明贤，唯一支持李彦秀，你知道？因为为什么？我们经常被挑拨离间，说你现在是废委，所以我马上跟进我自己话我是张委员，唯一支持徐巧芯、王宏威，我2个立委。那因为我今天早上还找明贤哥做看板，我来不及跟上，没关系，我先用手板，然后看板我会卖做，一定会做起来的。我跟你讲，我今天跟你讲，因为包括在节目里面，不是讲媒体上面这样讲。前几天不是叶元之，然后讲媒体上讲说已经有那什么最美局长。然后黎真，然后是不是已经有要当备胎？然后每次林俊彦委员如果在节目里面这边做的，如果假设是博弈啦或什么或明贤，然后讲说很好啊，对不对？如果被罢掉以后，那李彦秀被罢掉，里面前就什么？如果博弈那一区赖世宝。对，罗志强、赖世宝，对，都是。然后讲说那被罢掉，那就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出来讲，没有，唯一支持就是就像你刚才讲，你那个最好早一点挂。没有，赶快，我现在先手板先做，看板我现在马上来做。那李彦秀被罢掉，里面前就什么？如果博弈那一区赖世宝，对，罗志强、赖世宝，对，都是。然后讲说那被罢掉，那就然后每一个人都要出来讲，没有，唯一支持就是就像你刚才讲，你那个最好早一点挂。没有，赶快，我现在先手板先做，看板我现在马上来做。可是刚才好，委员大概也把那个整个来龙去脉这样讲。如果听到现在看到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表坤城。因为你们自己都要申报嘛，都所有相关的这些一切的作业，包括李彦秀委员所讲的那就是那时候一开始是因为真的不太熟悉这些或什么，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刚才委员所讲的这些，对于在未来李彦秀委员这个罢免案，你觉得会怎么样？
李元秀要赶快回来讲，李元秀现在人在哪里？美国啊，在美国，那很奇怪啊，在美国是在处理什么事情嘛？好，那这个事情都已经烧到这一个屁股上面了，好，他的罢免的联署数已经这么多了，他还不回来说明，而且就刚好现在在讲他美国房产的事情，他人就在美国，那大家会想说，那到底到美国到底是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嘛？那我觉得整件事情来讲就是不诚实，好，不诚实就是到底你现在李彦秀有多少间房子，好，然后有多少间没有申报。好，那刚才听这个委员这样讲，好，那就是说，1994年那一间他没有申报，好啊，那没有申报那一间他道歉了，好，那现在还有就是说，他在这个2020年到2021年，好，他就是他立委选书之后，他有去自产，去买房子，那他2022年他有没有当选议员？有，那他有没有申报？没有申报，没有申报嘛，就我每一届一定要重新申报嘛。那对理论上不是说直接从这个2020年跨到2024年嘛？因为2024年他就当选立委，2022年那段是委员，对，没有2022年他是议员嘛，他就当选议员了嘛，理论上你也要申报啊，对，那有没有申报？看起来，但听起来听委员这样讲，他也漏掉了那一段嘛，哈，所以2022年他当选了台北市议员就没有申报嘛，哈。那为什么就是现在会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他分数这么多哦？那这个他的仇恨在哪？第一个，那当然是他文传会的什么主委会有，那当然你说像徐小青或是王宏威也会有，因为他们仇恨值就是比较高。那第二个就是说，在很多人来讲说就是因为他2022年他就是要选议员，因为大家觉得说你可能还会再选立委，那你2020年为什么还要再选一次议员？结果他冲到最高票，那把李明贤阙梅沙安弄的这个叽叽叫，就觉得说我们这个选议员压力好大，然后让李明贤这个票数好像掉了很多哦，那所以也有人在讲说，那是不是因为这样子，那干脆啦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然后这个蓝军有在联署所以让这一个李彦秀的这一个这个罢免的分数这么多，因为这个李彦秀的罢免的这个摊位因为我们都会看这个很多这个不管在网络上面或是Twitter友上面的，这个联署站也都有，可是李彦秀看起来好像没有这么多嘛，那没有这么多的一个原因，大家就揣测说，那是不是就是蓝军在做的嘛，所以我认为说，李彦秀你现在要赶快回台湾，把你的事情都讲清楚，那你说这个你有去这一个行文给内政部那我不知道有没有行文给 IIT， 就去查查说你到底有没有具有这个绿卡或是美国籍的这个身份，这要查清楚嘛，因为我们当初写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嘛，这个没有查嘛，只是说我就是没有这一个除了中华民国国籍之外没有其他国籍嘛，所以第一个李彦秀你要回来讲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一个房产这件事情，我觉得多不是问题，然后你家3代有钱有地那不是问题，那最主要是你没有申报。你漏申报了，然后把责任推给其他人，推给你的助理，然后推给你的爷爷，然后推给你的这一个这个其他人都完全不是你的错，这才是大家怀疑质疑你说，那为什么到现在李彦秀你有几间房子，为什么还说不清楚 ？OK，我看昨天岳仁之在节目现场，然后我有问他，对他说是过敏的，那真的不是有哽咽，真的不是有流眼泪，他说真的只是过敏。然后包括他的服务处，巧芯不是去拍吗？他服务处真的有在 run， 大家为什么要讲他这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连媒体上面讲说蓝绿两大阵营自己啦，我相信自己大概也会评估一下，然后各自阵营被点名的人是怎么样。有一篇报道说，蓝绿的共识都是元之这一席是最危险的。是。就为什么大家关爱眼神会关爱到这个样子？这个是据说有跑一个秘密民调啊，叶元之的差距好像是有点大，大的程度是这基本上就不是那个什么误差范围的那种，听说是这个样子，而且是蓝绿的民调，对，两边都是对接壤就是已经不是误差范围内。那当然对叶元之来讲那我们之前年前碰到他就说必然会有投票，这一战必不可免，但是呢，以什么样的心情去打这一战？比如说，我要像谢国良一样，召集全国的这个蓝营的可靠的兵力、形象好的人一起下来，把这一席拱卫住。谢国良的成功防守对于蓝营来说，现在很多人都要去借鉴你说谢国良到底怎么守据说像罗廷伟他们也有去取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叶元之会认真取经吗？他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就是立委好像也没有很认真当？你问他说那个法案我也没有再看，反正我就投，上面再投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虽然直播拍到机密，但是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密。他所传达的这个印象是
大家会觉得说你这个立委是当得不够认真。我觉得他就已经不是所谓蓝绿对决过去选票格局的问题，他在板桥这一种都市地带，他必须面对大量的。也就是说，处于中间阶段，我可能两边摆的。你叶元之让我不够满意，那我可能换一个，我也许换的我可以是蓝的，但是把你换掉这件事情，他本人可能不会有什么太大意见。所以现在就回归叶元之的策略，到底应该怎么因应？我个人当然跟他是认识了，从1994认识到现在啊，他是台大大我一届的哲学系的学长啊，我从迎新就认识他了啊，到现在你们俩仇这么深啊？对，31年哦，累积31年认识，31年来个性都没有改变，就是当你跟他起一些争议的时候，他会从头到尾反复的讲同样一套没有说服力的论述，讲到底。这对于他目前的格局是没有帮助的，他需要党中央的主力部队以这种选举的格局去帮他设计这一套的路程去走。可是呢，叶元之的个性让他会执着在一些普务处有没有开，这个节目上讲错了什么话，他都会把自己陷在这些很小的事情里面，使得其他国民党人，我必须要说，我个人认为会有10几区可能会进到投票，但是又回到一句我这样讲的嘛。人生自古谁无死啊！我死不如你去死啊！其他国民党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会骂你，我一定希望焦点全部集中在对，不要在我身上，对，集中在叶元之身上就好。如果投票日子严禁的话，所以我觉得真的叶元之他要担心中了枪，是这种来自于自己人把自身压力卸在他身上的这种最后阶段操作。因为对国民党来说，他也很现实嘛，我的弃叶元之这一席，那把其他的10几席保住，也许是。真的，如果投票日期很接近的话，这或许是一个可行的操作策略。所以我觉得现在叶元之真的就是该回去跟朱主席好好沟通一下，怎么样去打接下来这个战。后续的从什么2阶段送件多少万份都已经不是重要了，你现在要看的就只有投票的那一天。OK， 在这一天之前，你怎么去安排你的选举格局？怎么去上你的大看板？怎么样去进行发言操作？甚至是不是要请一个专门的发言人来操作？我觉得这都是他应该思考的一个地方。姚明，请问一下，我那会儿跟元之讲，他在节目的时候，我说他宛如当初明清时候的山海关，日俄战争的203高地，谁抢到了这一起，民团必拔之。我那天看你在媒体上有讲说，国民党必守之。如果叶元之这一席丢，那等于是国民党也垮了。我觉得这么严重啊？叶元之改名叫叶守之真的可以，一定要守下，一定要守下。是哦，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他的我必须讲这一次罢免的对象里面，第一个是因为板桥的板块本来就不是蓝大于绿这种所谓很明显的板块，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叶元之在板桥经营的期间，老实说也不到10年了。2018年他才选上议员，他跟吴佩益是同样2018年颁的。所以目前这2位，我必须说这2位男一女一，蓝绿都是就是目前都是排在最危险的这个层级。那叶元之他又有一个困境，就是空战大于陆战。其实这个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你空战打得好没有问题，可是罢免就是一个比陆战的组织战。罢免，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陈柏惟，陈柏惟为什么会被罢免成功？其实我必须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他在地的组织不够强，而他那个所谓罢免方的组织很强，就严宽可对。而陈柏惟罢免案已经是历来就是立委层级以上的罢免案投票率最高的一次，比去年的基隆市长谢国良还高。所以那种就是两边都动员，可是呢，你就是动员不如别人。所以叶元之在这一块，如果当今天最后面临到所谓的组织战的时候，我必须说他在先天条件上会不如。可是，正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今天民进党玩精准罢免，比如说全国只挑4、5个、6、7个，那叶元之极度危险。可是当他变成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罢免，10几、20区、30区一起来的时候，叶元之反而会受惠。为什么？因为会变成全党就一人，甚至还2党就一人。你等着看，很快白银吗？很快黄国昌就会出现在板桥。我昨天有问叶元之，我说如果要是黄昌愿意来帮你站台，还是这些，你愿不愿意？他说他愿意，当然他 OK 这一定好，这方面是一定好。为什么？现阶段像昨天我也听叶元之讲说，
他要开始做这个地方区里的这种所谓的座谈会，他就是要弥补他最弱的组织的这一块。然后甚至你知道他昨天还上网络节目还讲一段还被那个主持人打枪，他说有些里长不听我的，我就不去办了，我就自己办。他说，然后那个主持人说不是，人家里长不听你照样要邀，然后人家不来没关系，还给他献策，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其实像叶元之他这种所谓的关键就在于说他是空战大于陆战，可是我必须讲。罢免就是组织战，中间选民，我们就举基隆谢国良，再举他一次，去年他的这个投票率是50.44%，可是基隆2022的投票率6成，就是会有10%到20%的这个落差，是这些就是所谓的其实平常不太关心政治的啦，不管怎么样，再怎么样积极动员，这群人就是不会去投票。OK， 可是罢免最关键就是彼此，比如说今天蓝绿双方怎么动员。可如果白加进去也去动员，也加进去了这个基本盘，他往哪个方向，他是同意的还是不同意的，就有可能影响战局。所以叶元之目前看起来他的浮木还很多他还没有到深潜下去，大家都说他危险，反而他有机会去伸手去抓那些浮木，每一个浮木他可能都要用力抓住。OK， 医生是民团现在推的，如果照一般现在所讲的话是全面，对。最起码预估可能要在20号已经要送30啊，甚或更多。那如果莱茵的话，在一般大家看起来叫精准打击。是。那你看，包括刚刚讲哈，南一可能叶元之，女一被点名最多的就是黄国昌，这次出来也直接讲什么吴沛忆，虽然呢人家第一阶段已经送了，反正不管，他也出来讲是吴沛忆。可是被蓝营点名的4个，包括2个原住民委员，包括吴沛忆跟吴思瑶。因为吴思瑶现在他是干事长嘛，对不对？他还是干事长，所以对绿营来说，除了吴沛忆这一席要保以外，干事长更不能被干掉吧？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更重要？一阶送件大概都不是问题，2000份，然后这些送件包含下一周民团还要送11份嘛，11件嘛，所以总共的第一阶。提案的部分大概都没问题，第二阶就变关键了。第二阶国民党的组织动员力有没有强到？这一次不是民进党组织动员这一次是公民团体。那2阶民进党被逼着一定要联署进去嘛？那联署进去等于是民进党加公民团体的联署数。我觉得所谓的公民团体提的罢免案37席有1半以上会通过2阶的可能性非常高。那但是国民党就打一个大问号，他们可不可以联署到2阶的10%？因为吴思瑶、吴沛忆的仇恨值没那么高嘛，这次大家对于国民党的不爽是来自于在国会里面，不管是恶法也好，或者乱删预算也好，产生到所有中间选民、公民团体、年轻人的不满嘛，这些不满他们会主动的来联署，但是国民党他只能靠他自身的组织动员来联署所谓的罢免绿委嘛，所以第2阶我觉得国民党都有它的难度，但是在对于所谓的罢免蓝委这个公民团体发起的这一块来讲呢，相对来讲简单。那回过头来，最终还是投票这件事情。投票这件事情，国民党现在都非常的信仰所谓的谢国良模式嘛。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是，谢国良为什么过关？3件事。第一件事情，谢国良本身的仇恨值有没有那么高？其实没那么高。他的仇恨值，他为什么2阶联署会过关？是来自于国会本身。国会添加了谢国良的仇恨值，让谢国良从1阶可以连署到2阶，也就是说，他是因为国会的仇恨值加在谢国良身上。所以呢，你说那时候的一些法案，对，国会扩权法案，青鸟这些，所以这一次是本身就是国会嘛，就本身就是立法委员，而不用跨过一层转嫁这个仇恨值了。所以谢国良的仇恨值本身是不高的，是因为国会，而这一次罢免的国会的这些国民党的立委仇恨值都非常的高。第2件事情叫组织力，谢国良家族在基隆，他们深耕已久，他们可以组织动员的能量，跟我说真的啦，跟台中眼宽很差不多啦。所以谢国良的仇恨值本身是不高的，是因为国会，而这一次罢免的国会的这些国民党的立委仇恨值都非常的高。第2件事情叫组织力，谢国良家族在基隆，他们深耕已久，他们可以组织动员的能量，
跟我说真的啦，跟台中严宽恒差不多啦。所以严家的动员力，你就比作谢国樑的动员力。我就说嘛，叶元之有动员力吗？没有嘛，林国春都不理他啊。我又要挑拨，你们说我挑拨啊？但是我林国春，我要组织动员我的人，我需要资源，你要给我资源吗？谢国樑有本事给基隆各地方派系资源，那你叶元之可不可以给这些人资源？没有资源，我怎么组织动员？市长有资源啊，我可以鼓吹我的选民。台北市可能比较，你们可以挂个布条，你们的选民就出来了。但是很多包含板桥都可能挂布条都可以。但是如果像乡下地方，比如说花莲就好了，花莲的反腐联盟，他们要支持跳出来说，我反对罢免傅昆萁，你要给我资源啊。花莲那种地方是靠资源动员啊，你挂看板都没用啦。所以这些所谓的组织战的部分，到底各地选区的盘点，国民党有没有办法下那么庞大的资源，像谢国樑反罢免一样？我打一个大问号。没错，是组织战，但是国民党打一个基隆的组织战可以打全国的组织战吗？这也打一个大问号。另外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谁救了谢国樑？柯文哲救了谢国樑嘛？因为到了后面投票的时候，大家都讨论柯案啊，没有人要理谢国樑啊，所以他才轻易过关嘛。但是这一次柯文哲已经起诉了，大家有关心柯文哲吗？柯文哲有了，最近叫吴怡萱告了钟小平啊，没有新闻啊，大家不关心柯文哲，大家讨论都是所谓的罢免行动的时候，在媒体上面就产生一个效果，这个效果就是罢免绝对是热战，而这个热战的关键就回到一样，柯文哲、民众党的选票的移动嘛。国民党都一直有迷思啊，我4成，钟小平最喜欢讲啊，我国民党4成啊，民进党4成，我再加2成，蓝白合一定过关。但是重点是，民众党现在有2成吗？没有嘛，有一半跑掉了，我就不要说跑到民进党那边去了。至少有很多现在的公民团体，他们是看柯文哲不下去，看黄国昌不下去，你们骗了我，我跑出去罢免这些国民党嘛。所以这些公民团体的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过去支持小草，这些小草跑进来的时候，这群人现在会支持谁？当然支持罢免了。那剩下这些所谓的民众党的支持者，他们的动向很重要。这就是黄国昌，我说黄国昌的谋略在这边嘛。我现在拥有10%，你们非常依靠我10%，但是这个叫做动辄折旧。你的这10%，我要动员你，但是你的仇恨值又那么高的时候，我反而会反动员希望罢免的这群人，因为这一次国会的乱删预算的乱局。最终的罪魁祸首是谁？2个人嘛，傅昆萁，一个就是黄国昌嘛。所以黄国昌如果跳下来帮国民党，到底对国民党是好是坏，我都打一个大问号。所以谢国樑模式，它整个在新的一个罢免情况下已经不适用了，但是整个国民党他们整个的策略还是在迷信谢国樑模式。我以为你们对于包括守住，因为我看到像王宏威那个洪威是讲说1席都不能少，你们有把握守得住每1席吗？对于包括像吴沛憶啦，或是吴思瑶啦，或是像其他民党委员，你们自己评估的话，觉得有可能拉得下任何1席吗？当然，在这个立法委员席次这么接近的情况之下，你说我们真的是1席都不能丢。好，那我们举例刚刚讨论最多的叶元之委员好了。那你说国民党会让他一个人，就是像刚刚伟航哥讲的孤军奋战吗？老实讲，以现在而言哈，现在的这个社会氛围啊，我觉得现在的仇恨对立基本上已经起来。因为我这几天过完年之后，我还是有陆陆续续去打招呼啊，那个仇恨感很明显。以前我发东西啊，大部分都会拿，现在哈有些幕不拿，就知道政治立场不一样。还有人会直接呛，虽然我是议员而已哦，他呛是国民党，比例也比我以前选举的时候还高一些，所以代表说，但同时国民党支持看到你很开心跑过来跟你讲国民党加油，也变多了。那这样仇恨感起来之后，它就会影响到其实立委就是像罢免的这个选举，你说只放叶元之那边，其他人就相安无事吗？不可能啊！大家现在绑在同一条船上，而且这条船不是只有立委而已，连接下来的县市首长跟议员都会发生。为什么这样讲？现在两方的策略，其实民进党比较高竿啊，讲难听点，他们现在是在讲什么？除了仇恨值讨厌国民党立委要下台之外，多加了一个曹兴诚董事长讲的这个什么内奸要反共之类的，就同样的反中抗台抗中保台的这个策略又出来了。再还有一个预算跟之前国会他们叫扩张案，我们叫国会改革法案。那这预算的案之下，每个人起手式又说国民党乱删预算，但细究到每一个细项之后，国民党的委员都可以回答，但
贝多利分啊，回答不完，那这些预算就影响到中间选民。所以国民党现在反制是什么东西？反制说除了保卫我们自己的这个被罢免立法委员之外，反制我们罢免无事要无配役。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民进党的，仇恨感只有国民党支持者会出来。同样的，中间的这个价值如何吸引中间选民？这要去论述啦。那论述怎么论述？很简单，每一个细小战场的预算案，他们都说这个乱砍预算，你每个都去反驳，反驳完之后，量变才会变质变，才会去凸显说，民进党当家，他还是对于很多的预算其实是有不正确的资讯，去影响到民众，渐渐去影响中间选民，让他们自行判断，这场罢免才有可能全部都过关好。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包括这个罢免走到现在，仇恨值是不是真的在普遍民众的感觉里面，不单纯只是对于被罢免的人那个仇恨值升高，整个社会的对立性是不是真的强了一些？或是换一个角度再看，所有的行政单位，不管从中央到了地方，因为地方蓝营执政多，中央是绿营执政，中央到地方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我心如秤的，反正这就是大家进行一场民主的运动，那真的能够都不碰吗？譬如好，坤城。花莲，然后有人在讲说花莲是不是包括户政人员去查人家水表啦，类似这些，你们有查证说到底真的出现像这样一些的状况吗？我先讲这个刚才讲谢国良模式，为什么谢国良最后没有罢免掉？因为他是市长，他拥有行政资源，各个社团、里长、协会，他都可以动了起来。所以说，如果说国民党这些立委想要用这个所谓谢国良模式，就是说，你看谢国良没有被罢免掉啊，再学一下谢国良，你们没有谢国良的资源啊，我们是立法委员啊，我们不是行政部门，我们没有任何的行政资源嘛，所以说你要去复制谢国良的这个模式很难。那为什么提到谢国良？就讲傅崐萁，傅崐萁在花莲，他太太许正蔚，花莲县的县长，那现在这个傅崐萁的一阶有没有过了？有啊，一阶过了。好，那现在一阶过了，这个资料现在在哪里？现在会回到地方的选委会，回到这个花莲县的选委会。好了，那现在这2天发生一件事情啊，有一位自称是花莲市户政事务所人员来到我家按门铃，好来拜访了解罢免单是我本人吗？好啊，基于公平公正原则的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这个民众就问他，这是传说中的查水表吗？好，那这个户政人员说，不是啊，然后呢就莫名其妙的说啊，没事啊，我就离开了啊。那这不是查水表？什么叫查水表？这就是查水表嘛？请问一下，花莲县的户政事务所的人员为什么会有本来只有在选委会有的资料的这些这个提议的名单？为什么户政人员会有？这个请花莲县政府你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因为花莲县政府这个户政事务所是归花莲县政府管的嘛。那这个提议单的资料。中选会有，那现在呢给这个地方的选委会的各地方选委会都有，那为什么在花莲会发生说他们户政人员去查水表去问这个民众说啊这个是不是你本人写的，这个是不是你签的啊？好，那中选会他也发表这一个声明了，他就说这个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因为这个资料呢不可能说有户政人员把在这个选委会的资料把它拿出来。然后去问，就算没有拿出来，也不可能有他的资料，然后去问说这个是不是你？如果说户政人员觉得说，这个好像笔迹很潦草啊，这到底是不是你啊？是不是有伪造的？请地方的这个选委会来问，也不是户政人员来问，所以这整个都有问题嘛。那所以说今天为什么这个在花莲这么刚好，傅崐萁的太太许正蔚就是花莲县县长，然后底下的这个户政事务所人员就去查水表，就去问说，那请问这个是不是？那这些有写提议单、有写罢免提议单民众，当然会心生畏惧嘛。那到底还有多少在花莲，或是说其他国民党执政县市，是不是会有发生类似的事情？那所以现在我也呼吁这个花莲地检署要去查，好，然后这个花莲县政府也要去说清楚、讲明白，因为这涉及到违反个资法、违反选罢法，甚至有刑法上面的问题啊，都要讲清楚嘛，那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花莲县政府有讲清楚说，那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个查水表事情？为什么在地方选委会会有的资料会跑到户政人员的身上？甚至你还去问说，这个是不是你填的？是不是你写的 ？OK， 在行政是不是中立的过程，这几天被讨论比较多的，那一个是花莲出现这件事，小雨 Grace 那件事情，对，那件事情，博弈。李博议员有在我们节目里面，他有大概解释说，当然他也觉得那2个警察，对，怎么会？你有必要跟成是这个样子吗？今天是连内政部长像刘志芳出来讲说，怎么会有执法执成这个样，过当成这个样的一件情形？那个过程是真的，因为信义分局长都已经跟你说，对啊，自行对，就我都自行处分啦。
那当然还是会有人不相信，说一定有人什么什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有异曲同工之妙，就 Grace 的事情跟这个花莲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说我们以前讲说跟踪啊、跟监啊，我们都是暗的来，不会让你知道。可是他现在已经。他现在是跟到已经明目张胆他明目张胆知道，而且 Grace 直接去问那个警察嘛，就说你在跟我什么什么，他就摆明他也不怕让你知道，对我就是跟你啊，而且我就是警察。那那个花莲这个也是一样啊，他就跟你表明了我就是花莲市政府的，我是花莲户政事务所的员工，他还竟然讲说他是受中选会之托我觉得中选会也应该要出来吧，因为你知道这种第一阶段确实是要审查，可是审查是什么？审查是说你联署的这些人里面，你有没有所谓的军公教？因为军公教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哈？那还有就是说，其他的包括剔除掉什么笔迹啊什么什么的。可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疑问是说，他是明目张胆直接上门，而且还跟你表明说，对我就是花莲市政府的人，我是户政事务所的人，他也不怕让你知道，我就是政府派来的人。那跟 Grace 那个不是意思是异曲同工之妙。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就是让你知道我就是在查你水表啊。那第二个，我觉得更严重的是说，这个联署书啊，你怎么可以外流嘞？他今天是直接把它拿到你家，就扣跟你上门是说，这个签名的人是你吗？我不知道他是拿原本还是影本。但是怎样都不行啊！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因为我今天还有在别台的时候，他有连线到一个也是花莲的老师，他也是被查所以他现在他被查的结果是他旁边的朋友都已经吓到，就是不跟他来往了这样子啊。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两个例子都是我说我明目张胆的让你知道。那我就要讲的是说啦，我觉得在花莲这边还有一个效应，因为不可否认就是说花莲还是说蓝大于绿，那可能就是说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啊那不管他们可能是畏惧傅昆萁家族，或者是说觉得还是国民党怎么样的那你说跟年轻一辈的人，他们是不是就是说想法不一样？那如果今天去查水表他本来是可能是年轻人去查，结果你登门就是长辈来开门，他说我还不晓得说我的小孩去查那我小孩我不小孩去签，对我小孩去签我小孩我可能就偷偷摸，我不想让阿公阿嬷或是不想让我爸爸妈知道，哇，这下不得了了，你孩子去签那回来是不是会吵架？他说你怎么可以你在也是要签嘛，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你这样不是用引发家庭的纷争，甚至想要动用长辈的力量去压制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整件事情都万万不可。可是看起来今天花莲市政府他也没有否认他就是直接讲说这件事情他们要查清楚，然后也是要检讨什么，那你就承认了嘛，你就承认了，那你到底是用什么立场去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确实是会有寒蝉效应。韩国瑜要去桃园，对不对？对啊，韩国瑜啊，如果他去桃园，对，那讲的是春酒或什么这些吗？可是当然，大家有很多难免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定会吧，因为他们那个海报上面，包括韩国瑜、张善政跟那6个员全部都在嘛，所以是为了要想办法顾票的吗？还是单纯的春酒？他也是要去传授 know how， 他也是要传授 know how 啊。他 know 的可多了，不是他 know 的可多了。可是我觉得他被罢2次，他跟黄国昌也蛮妙的。立委的时候也被罢1次，那个永和立委，1994年就被罢过一次。那个太旧我就不讲了，他是被罢掉的。我想说你到底传授什么 know how？ 是要去做励志，是说你看被罢掉了还可以东山再起，我现在做到院长，不过这个等到被罢掉再说啦。那好了，韩国瑜这件事情，他当然是美其名说明天是春酒，但是看起来他内部有一场会议，也是要去做这个教战守则，去传授这个 know how。那坦白讲，就说你这个，我觉得那个国民党那6个不用到韩国瑜啦。你看被罢掉了，还可以东山再起，我现在做到院长，不过这个等到被罢掉再说啦。那好了，韩国瑜这件事情，他当然是美其名说明天是春酒，但是看起来他内部有一场会议，也是要去做这个教战守则，去传授这个 know how。那坦白讲，就说你这个，我觉得那个国民党那6个不用到韩国瑜啦。要用为什么？不用？你觉得张善政就已经够了？因为这次有很多的地方，像蓝营有很多地方是主打地方诸侯，就要顾到自己所有的地方的建设，某种程度上，你觉得到张善政就够？就像台中，因为刘许婷说张善政会用所有的这个市府的资源来协助他们。
所以张善政就够了。直接讲嘞，我觉得这个就是刘雪玲自己讲了嘛，这也是滥用行政资源的一种。对你这个是陷张善政于不义啦，因为你今天从花莲的例子，然后一直到台北市的例子，那现在大家就会在看嘛，你张善政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这个花莲啊，下一个台北啊？就是那张善政你胆敢，但我觉得那个不用，就是说这种手段很多啦，像是说我不让你摆摊啊，或者说像南投埔里的那个我去驱赶你啦，就去造成这样子的效益。所以我觉得牛许婷这样讲，我觉得反而是陷张善政。那你说最后讲了韩国瑜啊，好了，我还是觉得就是说韩国瑜还是有一个代表性啊，当然，毕竟你说在那个眷村，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深蓝的哈，他还是会觉得韩国瑜是有用的。只是说你为什么我会觉得说6个当中，我坦白讲邱若华，我跑立法院那么久，我走在路上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邱若华，不好意思哦，对啊，还有涂全集后来知道了啦，知道了。那你我说只有刘许婷是比较那个高调一点，可是我觉得6个你说要到仇恨值那么高，大概只有牛许婷比较危险，其他我觉得5个，马文君跟吕玉玲我倒觉得还，不是马文君，对不起，吕玉玲啦，万美玲，这些我都觉得还算 safe 哎。我刚刚讲到前面几个基本上都是蓝营执政的地方，所以蓝营执政的地方真的会用行政的方式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没有，首先行政资源、地方政府行政资源，这个维持行政中立是基本的。这个不管中央政府怎么做，地方我觉得该有的格调还是要有啊。但你说这个张善政他这个下去，他以这个春酒来说，他们基本上是内部的，然后只张善政一个人，然后韩国瑜为什么要去？很简单，就是第一个是牛许婷讲说选举的时候没有大人来过，你知道吗？他一个跟地方相亲的一个约定，所以请了韩国瑜来。那韩国瑜到这个场合也比较适合，因为他是一个以立委为主的，他毕竟现在是立法院院长，虽然是国民党党籍，但是他还是努力的是维持他所谓立法院长的一个中立性嘛。所以到这个地方当然是这样。那回到地方这个县市政府哈，我觉得县市首长、国民党的县市首长一定都会表态，好来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好，这是政党属性，但表态过程当中不能用到地方政府的资源，不能有任何争议，包含刚刚讲到花莲县的这个争议，这不应该发生。如果真的有这个事实，是会影响到整个大局的，包含之前台北市警察这个跟踪 Grace 的这个争议，也是不应该发生。不管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还是真的是上面人受益，这都是一些这个会造成这个节外生枝的事情。那我觉得对罢免案绝对会有一些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支持归支持，好，那行政资源不要下去。杨明，请问一下，路易莎事件还在烧吗？今天就是我必须讲啦，就像今天馆长就拿了好像对，他去买了一堆的几十万的现金去买咖啡。我是觉得这个其实彼此都不用玩这个把戏，像各地方政府，我觉得像昆城，其实他因为你要知道，像那个花莲县的选委会编制，你知道那个真正的专员非主管职只有2个人，一个专员，一个书记，他的编制内的，所以通常我们在选委会地方是怎么样？发交户政事务所，就是他按照中选会给我的名册，我按照各个行政区发给户政事务所去处理。可是问题来了，中选会应该要有一个 SOP， 比如说这要如何查？就像之前基隆我们在讨论基隆，他们都说那个是要发函的，是要发一封信函，说你的邮物，然后那时候还在讨论那个，说你编了1000多万10万份查询单，理论上是要用这种方式的哦，所以我说，因为你这种大的查。因为你说像花莲过去有没有罢免过的经验？没有啊，所以这些公务员就可以乱来嘛，所以我说关键是第一个，中央应该要有一个 SOP， 把各地方的这个选委会集训 ，OK， 用什么方式？我觉得讲好这个第一个。那第二个，行政会不会不中立？一定不中立，一定不中立嘛。我怎么可能会相信国民党的政务官会在那边？不好意思哦，这个我们要行政中立，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你问侯友宜会不会去帮叶元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但是你要不要做得很难看？你难看可能反而是帮罢免天才货。可是我们回到那个路易莎，其实他那个关键不是路易莎，关键是埔里酒厂。他那个建筑物就是跟路易莎跟埔里酒厂租的，那所以地主是埔里酒厂。埔里酒厂是谁？是国营企业台酒公司。他们昨天出来发言的叫廖世坚，这个大家都很熟啊。他是再熟不过的，是民进党的这个出身的党工啊。那你今天说什么他出来去阻挡青鸟干嘛？没有，就是因为行政中立原则，因为这是一个国营企业里面的环境，所以因为其实在他那个联署的过程哦，其实他们联署了10几天，其实本来都相安无事。对。那但是因为春节期间一直在那边，那比较醒目。
然后呢，而且因为他用的是户外区的桌椅，所以呢，可能有些客人去反映了哦，甚至我必须讲啦，你说马文君的团队会不知道吗？当然也会知道。所以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压力？可是我觉得站在一个关键，不是他能不能摆摊，而是后面人家请你离开了，为什么要去批判人家？给人家一星评价，还是扬言说我们有10万的人，你们路易莎等着瞧？我觉得这才是问题，这才是问题。其实这个民间的企业。不管他支持也好，反对也罢，今天我们任何人都有不表态的自由，或是这是我私人企业，这在我的空间里面，我有权主张你这个在这边合理的申办，也不是点饮料就可以在我的座位上面办罢免活动吧？这好像是2回事吧？所以我说，如果今天店家允许，没有问题；店家不允许，你就换一个地点，就这么简单，也不需要去出征。我觉得我们这个出征文化。这个对罢免其实反而是负面的。OK， 整个看起来的话，国内的大罢免风潮是一路会往下走，而到了2月22号以前，大概可以定案看得出来，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要适用新法，那就不用再讨论了，我们就讨论适用旧法的这些吧。那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刚刚讲了这么多？可是包括各政党之间的一些事，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不管是添柴火，还是会发生什么样一些的蝴蝶效应啦，或者怎么样？譬如说，整个看起来，我不知道，是。壮世代这件事情过去了吗？壮世代这个事情呢，我先问一下，双标到底放弃了没？放弃了，放弃了，声明我知道声明放弃了，我知道他声明放弃了，现在声明都不一定算数的。他的声明是说他不会从这个上面谋取利益啊，放弃啦，放弃从上面谋取利益，所以可以成立壮世代阳光协会，不会被告。对，就是你要去用这一个，他说他不会来找你这个麻烦但是发声明的这一位，之后这个权利传给谁呢？是另当别论。壮世代这个问题，大家分几个层面，因为现在实际上还在爬书嘛包括像齐凯哥去打一个东西，结果去意外打到说，居然找出也有壮世代，也有这个吴春成的基协会家族的那个东西在里面，包了一下子，就是不太清楚他的这个章鱼脚到底伸到哪里去了。现在网络上也有人在爬书，就是去厘清，包括壮世代协会、壮世代教育、什么第三人称，所有。吴春成这10几年来搞的这个好像是社会企业，又或像公益团体活动的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大家才慢慢去挖出来，挖出来之后才赫然发现他的盘根错节，他真的设想很久。我们过去在比如说批评吴春成，都讲到他战国策啊、网军啊什么的，可是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又接到我们前面讲的，黄国昌说吴佩益胡说八道，在那边讲一些脏话什么。不是事实东西，但吴佩益讲那么多，他就不就只有那个壮世代是壮世代，然后那一拍这样子嘛。真正引起这个风波的，就是因为他去讲壮世代嘛，所以难道壮世代是个脏话嘛？所以我们回归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认为壮世代这个东西，黄国昌很明显不会处理，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先做。黄国昌不打算处理，至少在他主席当选之前，他不会去处理。第二个是国民党。因为民进党像林俊宪已经扬言，他要在立院一开议的时候就去处理壮世代的案子，国民党就必须要表态，你要继续挺啊！如果国民党决心继续挺，那就是不是等于挺吴春成后面的盘根错节？当然他们会想办法切割，说我放弃一切的权利，那些都跟我无关，甚至他最后可以讲我家人都退出这一切协会。可是重点是印象已经成了，讲到壮世代，大家就想到这是吴春成搞的，吴春成专利。林俊宪已经扬言，他要在立院一开议的时候就去处理壮世代的案子，国民党就必须要表态，你要继续挺啊！如果国民党决心继续挺，那就是不是等于挺吴春成后面的盘根错节？当然他们会想办法切割，说我放弃一切的权利，那些都跟我无关，甚至他最后可以讲我家人都退出这一切协会。可是重点是印象已经成了，讲到壮世代，大家就想到这是吴春成搞的，吴春成专利，那你国民党要继续为了蓝白关系去强化这一块吗？所以有些人可能还不觉得说现在这一块是这个有诠释的空间，但我们只要想罢免这一些打到某种程度的时候，黄国昌下去宣讲的时候，人家说哎呀，他们这么样拼命的反罢免，就是为了要捍卫吴春成的那个壮世代啦，那有1200亿啊，哇，真的跳到黄河洗不清。国民党要怎么去摆脱这一块？我觉得新任的党团3长。就是这个会，其实党人党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就是壮世代如果真的需要止血的话，
要指在什么样的程度啊？然后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观点的，黄国昌到底要不要处理吴春成？如果不处理的话，这个会变成民众党非常长期的业障，因为就我所知了，他有一些更外延的部分，也有人在查了，只是因为那个就是民间的这些所谓的公益团体，这个资料不是那么好调啊，你可能要从地方政府去调，所以原则上来说，我认为这个事情还有延伸的这个空间。那现在蓝白它只是用时间去换取空间，但时间会随着这个罢免案而越来越急迫。民进党的态度非常明确，所以在开议以后是会提案废止这整个法案吗？对，就是因为现在立法院应该是2月25号会开议的，好，那开议的时候，我想很多的委员都会把这一个提案废止壮士代这个法律案视为这个优先的一个项目，那到时候就是看说，那到底国民党要不要去支持？好，因为现在这个黄国昌他的说法就说，哎呀，当初这个壮士代这个你们也去蹭啊？对啊，就是说你们都3党都有一起拍照啊，怎么样的？可是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说，这个吴春成他把这个壮士代拿去做商标使用，申请了这么多商标，而且他的公司有标了这么多政府的案子。刚才我有提到啊，就是说张启改本来要帮这一个壮士代来护航，就是说你看这个机关署都是给这个友台这个包走了这个宣传费，就发现说另外20几%。都是跟吴春成有关系的，而且那时候吴春成是当立委嘛，所以说现在吴春成当立委的时候，他的这些旗下这些壮士代这些这个子公司，或是说跟他有相关、跟他太太有相关、跟他儿子有相关，这些公司到底包了多少有关这个政府的这个标案？吴春成要说清楚嘛，因为涉及到说你是公职人员，但是你没有涉及到这一个不当利益的回避嘛，没有啊。那这个黄国昌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讲说，哎呀，这个你们这个民进党当初也不是出来蹭嘛，那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当时不知道吴春成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做商标使用，做商业的用途使用，而且标了这么多政府的标案，要不是这个吴佩拍桌。讲说这个吴春成你这个壮士代这个完全这个各个这个部会都有你的这个案子都有你的这个预算，才知道说原来这背后的这一个这个利益这么庞大嘛，所以其实黄国昌你是要讲清楚说你到开议之后，那你是不是还是继续支持这个吴春成的这一个壮士代法？你要讲清楚啊，国民党也要表态啊，那是不是啊这个也要继续来支持？那不然就是跟民进党一起来提案来废止这一个壮士代促进法。委员会不会觉得国民党应该在这个议题上面要很明确的表态，支持还是反对这些？因为当时参加这个吴春成委员壮士代，不管是协会跟法案联署，国民党立委也蛮多的哦。那首先吴春成委员他的壮士代利益良善，好，那他问题在于他把这拿去做商标注册，那会有后面私人的利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吴春成委员他很明确的把所谓的商标跟可能产生商业利益的部分把它切割掉，把它舍弃掉。专心的继续，因为他就我所知，他现在还是的确跟劳动部还有很多部会持续在讲壮士代的事情嘛。那你把你私人的私利把它拔掉之后，我认为壮士代是一个好的议题，但很可惜，因为他的商标注册，导致大家会觉得说你背后，因为毕竟他有很多公关公司，大家就会觉得你公关公司有接标案，是不是未来会接壮士代的案子？这不是利益回避的问题，这如果你真的接是会有违法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把它切割掉之后，壮士代本身是一个中性，是一个好的议题，但是不要把它跟私人利益做连接。所以我觉得如果这切割好的话，国民党立委还是会可以持续。2026这一仗，国民党会跟民众党之间，包括在新北、新竹、宜兰这几个地方，会做像黄国昌直接讲，如果要是新北有协商机制的话，他完全不排除。你们有可能会这机制吗？我觉得2026就是一个就是荆州再现嘛。刚刚用三国讲，我怎么讲都觉得这个比例不对。为什么？讲说这国民党是吴国，然后这个民众党是蜀国，这两个后来都被灭掉，所以这个比喻不好。但问题是的确哈，回到这个回到2026哈，黄国昌现在说都要有初选的机制，或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但是民众党他真的有实力提所谓的县市长候选的县市极少。2026这一仗，国民党会跟民众党之间，包括在新北、新竹、宜兰这几个地方，
会做像黄鸿章直接讲，如果要是新北有协商机制的话，他完全不排除。你们有可能会这机制吗？我觉得2026就是一个就是荆州再现嘛。刚刚用三国讲，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比例不对。为什么？讲说这国民党是吴国，然后这个民众党是蜀国，这两个都还都被灭掉，所以这个比喻不好。但问题是的确哈，回到这个回到2026哈，黄鸿章现在说都要有初选的机制，或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但是民众党他真的有实力提所谓的县市长候选的县市极少，那而且一定会有竞合关系。现在最明确的就是你说新竹市还有金门县过去是民众党，我不管，我尊重你们，你们要继续提你们候选人是你们的自由。宜兰县呢？宜兰县原本是国民党执政的，好，陈婉慧委员不错，那我们现在也有可能是吴宗宪委员嘛？那国民党难道都不在你们的协调机制里面？然后你推了陈婉慧之后，我们就要提吴宗宪，那彼此蓝白在宜兰县分裂。假设最后结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要以为宜兰县分裂就是一个地方的而已，跟其他县市没关系。其他国民党支持的还会回想到上一次总统大选蓝白分裂的问题，回到地方选举还分裂。即便这过程当中国会有所谓的合作，但民众还是会觉得啊，原来到了选举原形毕露。所以真的要统合，真的要协调的话，没关系，两个党的党主席坐下来好好协调，而不是各自说我提我的人，你提你的人，然后做这个所谓的囚徒困境的这样一个小鸡博弈的冲撞。我觉得这样对于两个政党的支持来说，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哦。但小雨，对黄国昌来讲的话，现在他显然是好了。你说不管他有5%、10%或几%的支持度，感觉上是有百万雄兵啊。那所谓的百万雄兵，就是在蓝营很多要参选的人眼中看起来，我就是要让你几分啊，我不让你，你只要跟我硬杠。譬如刚刚讲宜兰硬杠，那就是大家破局，就给民进党。新北你怎么知道他不会跟你硬杠？新竹就很多这些地方，当人家出来跟你讲说你不能小觑我就是有这样一些的支持度，要不要谈？怎么办？我觉得黄国昌看要不要走柯文哲模式。那柯文哲他最引人注目就是说他的那个什么刺客策略啦，就是我即便我当不上，但是我可以把你拉下来。萨卡都的用意就在这嘛。那就是说看黄国昌他的用意是什么？就第一个就是县市长的层级，县市长层级看起来他台面上。我也觉得陈婉慧或者是你说邱成远，他们能不能还有因为高虹安看起来是回来要选嘛，这个是确定的嘛？那你说这个就是说到底这一仗啊，哈，这一仗就是说民众党有没有胜算？我觉得县市长他们的这个胜算是比较低，因为新北当黄昌在媒体上面直接讲说，如果要是有协商机制，他完全不排除嘛。然后我今天看到媒体上面是国民党讲说，国民党有初选机制，对，这两件事情一点都不冲突啊。你刚刚讲的柯文哲模式跟这个一点都不冲突。民进党当初跟柯文哲也是民进党内部初选，选完以后才跟柯文哲之间，然后大家再去第二阶段呢、啊。你回头去看他们两边讲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冲突啊。可是黄国昌跟柯文哲差很多你当然那个，不是，因为柯文哲是当时是有当选的可能性啊，可是黄国昌在新北。我觉得这个你看他民调不是我说的，他做出来民调不是才10%吗？今天最新的是个位数，连那个吴子嘉董事长连数字都不念出来，他说个位数，已经不念了，对啊，所以你这个差太多了吧？好了，那坦白讲，就是他如果要做刺客的话，我觉得这个在议员层级还有得一谈呐，因为他现在的看起来他的这个党主席的要件嘛，你县市长好，他不知道能不能固守这个金门也没了啦，因为那个陈福海家是没了，本来2席嘛，新竹跟金门嘛。对啊，那你就说新竹这一组还保不保的？可是新竹如果高虹安出来选，高虹安偏偏也不会用民众党，对啊，又是无党啊，所以就是他县市长他看起来挂蛋嘛。那再来就是说你议员的部分，党团3席，对，党团要3席啊。那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他做了这么多动作，是要跟国民党叫板的成分是比较大啦。那你就看他这个党主席这一能不能够保住至少你台北市一定是个大指标嘛，因为你柯文哲是台北市市长之外，他至少这个小鸡他至少有4席嘛。你台北市大家就在看你这4席守不守得住。现在有人直接点名就说陈佑成还蛮危险，张志豪也危险啊。那你黄敬莹啊，只剩下黄敬莹跟林珍宇啊，林珍宇都是靠自己啊。那黄敬莹他看起来人气还是颇高，可是如果说你连4席都守不住，更萎缩的话，那你新北还1席也要突破啊，所以我觉得黄国昌的成绩在双北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在未来蓝绿白之间，当黄昌代理主席已经直接讲说要正面迎战的时候，那整个大罢免未来会变成什么样？那胜或是不会牵动2026、2028，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